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吉林。本期我们接着来讲周末的女武神第8场对决，特斯拉对战别西卜。上回说到，大战进入白热化，别西卜运用手里攻防兼备的神奇法杖，一直占据着上风。直到特斯拉展开了覆盖全场的电流监狱，启动了反重力系统后，以一道华丽无比的特斯拉舞步扳回了局势。接着更是使出了宛如瞬间移动般的神技，将别西卜淹没在爆炸声里。1856年出生，1943年入土。特斯拉来到这个世上80余年，让整个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其死后仅9个月，以他最后的研究为基石，某个秘密实验仍在悄然进行着，名为费城计划，是漂亮国海军在费城海域上进行的一次骇人听闻的秘密实验。他们在驱逐舰埃尔德里奇号上搭载了数十座强力的特斯拉线圈，对外宣称是通过磁力让船体无法被雷达所探测，达到隐形效果。可结果在给特斯拉线圈通上电流的瞬间，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状况。一座网状的磁场监狱笼罩在舰船之上，这超乎想象的庞大磁场所带来的结果是，整艘舰船在发出了一阵刺眼的光芒后，在周围海军的眼皮子底下，埃尔德里奇号从雷达上消失，也从肉眼消失。与此同时，在相距363公里之外的海面上，一艘渔船头顶亮起了光芒，接着埃尔德里奇号凭空出现。这场对外宣称是躲避了雷达探测的神秘实验，据现场亲眼目睹的少尉所述，说出来的确让人难以置信，但他确确实实亲眼见到了，那是瞬间移动。费城计划这场瞬间移动的神迹看似是取得了成功，但在移动后的埃尔德里奇号上状况惨烈。这场事故共造成13人失踪，6人发疯，最终被漂亮国高层永远埋藏于黑暗中。但他们海军没能完成的实验，特斯拉成功了。那一瞬间化为光点来到别西卜身后的神迹，便是那所谓的瞬间移动。擂台上，别西卜在剧烈的爆炸声下倒飞了出去。特斯拉这一招，就连场边的宙斯和阿托摩奇都没能看清。在反应过来时，别西卜就已经倒在了地上。现场传来了人类方的欢呼声，虽然不知道怎么一回事，但看情况是特斯拉占据了上风。别西卜喘着气半蹲在地上，被整个轰碎了上衣，身上也多处伤痕，显得颇为狼狈。在后台的冲田总司几人也没能看清刚才特斯拉那不可思议的速度，硬要说的话，那不是在移动，而是消失。神明看得上的阿瑞斯也说赫尔墨斯问起这是怎么一回事，赫尔墨斯表示他也不清楚，但他知道场上的别西卜应该是看清楚了。原来如此，是瞬间移动吗？没错，我将其取名为特斯拉传送。哈哈哈，如何，是不是很帅呢？这时别西卜突然竖起了3根手指，对特斯拉说道：你的传送有3个限制，对吧？好，第一，发动传送前需要一段时间的蓄力，因为刚才你只需要再从4架给我来一下，就有干掉我的可能，但你并没有这么做，所以我由此判断。第二，能移动的位置也有限制，因为你在瞬间移动前的那次攻击，我感受到了一丝违和感。你看似是在浪费力量进行大幅的攻击，但恐怕另有目的。我猜就是为了把我引诱到你能发动瞬间移动的位置吧。呵呵。然后第三，能发动的次数也是有限的。话音落下的一刻，特斯拉左手上的线圈应声碎裂。哈哈哈，这洞察力还真不错呢。那我便再多解释些吧。首先，我这特斯拉传送最大的前提是只能在这个领域中使用，是没办法传送到领域之外的。应该说，传送出去会非常危险。其次，在我能移动的位置，需要有高浓度的超级特斯拉粒子。我刚才不停挥拳的目的，正是为此。别西卜是听明白了，那带着电流的拳头所挥动的空间，便能聚集那所谓的超级特斯拉粒子。没错，我在攻击的同时，不停地制造高粒子浓度的位置，肉眼是看不见的。在决定好传送位置后，便令那个位置的粒子和我的超级特斯拉线圈产生共鸣，发动传送。要是弱点的话，这个共鸣时间需要6至3秒。场边的爱迪生不禁吐槽道：为何要把弱点都说出来？另外，每一次传送都会消耗一个超级特斯拉线圈，所以正如你所想，次数也是有限制的。如今我还能使用2次。场边的格雷不禁问起身边的姐姐，要是超过了2次会怎么样呢？希尔德回应道，恐怕会造成身为装甲素材的格恩达尔会毁坏，接着与他一心同体的特斯拉也会跟着死亡吧。气氛突然变得沉重了起来。为了替人类方赢下这存亡之战，特斯拉是不会停下脚步的。哼，很有自信吧？竟然主动把能力告诉我。No， 对科学而言，隐瞒情报是百害而无一利，只有无私的共享众人的智慧，科学不，人类才得以进步啊！看着特斯拉眼里闪烁的光芒，别西卜嘴角一笑，哼，人类这种生物还真是会耍嘴皮子。话音刚落，别西卜就一口血喷出。没错，看起来还能谈笑风生，实际上遭受了刚才那一击的别西卜受伤搞不清。这样的痛楚，自那以来还是第一次呢。
冥界冥王哈里斯的城堡里，看着城堡的守卫全都倒在地上，大门和墙壁也遭到破坏。来人一路横冲直撞，来到了主殿，推开大门，冥界的掌管者冥王哈里斯正坐在王座上。看来你不是因为迷路闯进王的居所呢。哈里斯放弃手里书，饶有兴趣地打量着眼前人。鉴于所谓何事，苍蝇王别西卜。一身伤痕的别西卜眼神锐利地盯着冥王。你就是哈里斯吗？我要拜托你一件事，跟我战斗吧。鱼听过你的传闻，从天界堕落不要命的家伙，冥界的怪物们只要碰上你就无一幸免，真是疯狂的恶魔。既然你知道，那事情就简单了。伤成这样也要挑战鱼，你是在找死吗？没错，杀了我。听了别西卜的回答，哈里斯沉默片刻，笑着回应道：呵呵，真是麻烦的客人，无妨。鱼名为冥界之王哈里斯，鱼接下你的挑战，苍蝇王。好了，到这里就是女武神第8战第6回的全部内容了。这一话在解释了特斯拉瞬间移动的由来时，谈到了一项流传已久的神秘实验——费城计划。这里仅简单查阅了一下，进行了以下概括。在历史记载中，1943年的费城计划又称彩虹计划，过程的确和文中相差不离。漂亮国海军在埃尔德里奇号上安装了大量的磁力装置，目的是想通过巨大磁场干扰附近的无线电波，让雷达无法探测，从而达到隐形。可接通电源后，随着磁场不断加大，一道绿光笼罩在埃尔德里奇号上，随后船只和船员竟开始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。等实验终止时，舰船竟然出现在479公里之外的诺福克码头。据当时的知情者所说，船上的船员出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情况，一些船员感到恶心和分辨不出方向，一些船员无故的消失，和一小部分船员像建在墙上，跟船上的钢板完全融合。情况更糟的是，他们都回忆不起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之后，漂亮国海军封锁了消息，这次实验的所有记录也均被列为绝密文件。当然，除了一名目击者宣称目睹了整个实验发生的经过外，没有任何直接证据，且实验内容缺乏严谨的科学理论基础，费城实验的真实性因而普遍受到质疑，并被认为是单纯的都市传说。以上出自百度百科和网络文献资料。听了这么一段故事，是不是突然觉得梅森老师人物背景的设定还真是挺厉害的，在真实的历史人物身上融入了完全没有违和感的都市传说，来源于历史又跳脱出历史，表面上看似是人神的擂台赛，实则是在比斗中将这精彩的人物设定、背景故事呈现给观众，是越来越期待之后的战况会如何展开了。好了，喜欢本期视频的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，这里有最新的女神更新消息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